这是一份来自公元3026年的文明修复档案。你对武器这个词的记忆是错的，你脑子里出现的是炸弹、导弹、子弹，有弹坑、有死亡通知书的东西。但2010年，人类历史上最精准的一次军事打击发生在一座密封的地下核工厂里，完全沉默，没有军队，没有飞机，没有宣战，没有人死亡，没有人听见任何声音，唯一在移动的是代码。500KB 的代码比你手机里一张普通照片还小，它让一个国家的核计划倒退了整整3年。时间是2010年，地点是伊朗纳坦兹，一座建在沙漠地下8米深处的核浓缩工厂。这里有大约1000台由浓缩离心机日夜不停地运转。这座工厂没有接入互联网，工程师们认为物理隔离就是最好的保护。离心机的工作原理很简单，高速旋转，利用离心力把铀238和铀-235分开。它们必须以极其稳定的速度运转，每分钟约5万转。哪怕是轻微的速度波动，都会让精密的转子失衡，最终解体。这是整个铀浓缩链条最脆弱的一环。Stuxnet 的设计极其精准，他找到控制离心机的西门子 Step 7工业控制器，悄悄修改了转速指令，让离心机加速到84000转，远超设计极限，然后突然降到2转，然后再恢复正常显示。这个循环重复多次，间隔数周，每次循环转子的金属疲劳程度就增加1点，机器开始从内部缓慢瓦解。结果是惊人的，大约20%的离心机散架了，碎片飞溅在工厂地面上。伊朗核浓缩产能严重下滑。这次攻击估计让伊朗核计划的进度被推迟了至少2到3年，相当于将数十亿美元的制裁努力压缩进了500KB 的代码里。但 Stuxnet 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它造成的破坏，而是它的设计本身。安全研究员后来花了数月分析它的代码，越看越不敢相信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恶意软件，这是一件经过多年精心工程化的武器。纳坦兹工厂与互联网完全隔离，没有网络连接，没有远程访问入口。那 Stuxnet 是怎么进去的？通过 USB 闪存。攻击者，据信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，把感染了病毒的 U 盘留在工厂周边区域。一名承包商或工程师捡到，插进了工作电脑，病毒开始传播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针对气系网络的成功攻击。病毒在工厂内网里悄悄传播，但它不攻击随便什么电脑，它在等待。它寻找一种极其特定的配置，西门子 S7315 或 S7417型 PLC， 并且连接了特定频率范围的变频器。只有这种精确的配置才会触发攻击，其他被感染的电脑什么都不做。Stuxnet 就像一个只认一个地址的刺客。最讽刺的是，伊朗工程师花了整整1年都找不到原因。他们以为是设备质量问题，以为是制裁导致买到了劣质零件。他们换了转子，调了参数，开除了员工，重新培训了团队。离心机还是一台一台地坏。有人甚至开始怀疑是操作失误，是自己出了问题。没有人想到答案藏在代码里，因为 Stuxnet 还做了一件事，他向控制室的监控屏幕发送了伪造数据。屏幕上显示的转速稳定的5万转，绿灯，一切正常。而实际上，离心机正在被推到84000转，然后被强制降到接近停止。工程师们相信他们看到的屏幕，他们看不见屏幕背后的真实。这是数字战争最阴险的发明，不是摧毁，是欺骗。从技术角度看， Stuxnet 是一个工程奇迹。它利用了4个0日漏洞，即4个当时完全未知的安全漏洞，没有任何现有防御手段。在网络武器黑市上，一个0日漏洞的价格高达数百万美元。一次行动同时用掉4个，意味着执行方不在乎预算。
这只有一种解释：国家级行动。安全研究员后来估计，开发 Stuxnet 所需的资源，相当于一个数十人的顶级工程师团队工作了数年。美国和以色列后来对此事做了非正式承认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大卫·桑格的调查和多位前情报官员的陈述，这个项目的代号是奥运会行动，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以色列8200部队联合执行，始于小布什政府，延续到奥巴马执政初期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级力量正式将代码当作战争武器使用。但 Stuxnet 有一个内在的致命弱点，它是一次性的。一旦被发现，逆向分析、公开发布，这4个0日漏洞就会被微软和西门子修补，武器就废了。而且更糟的是，它的源代码被全世界的安全研究员拆解，每一个设计细节都成了公开教材。Stuxnet 是一颗只能开一次火的子弹，开完之后，所有人都学会了怎么铸造同样的子弹。果然，接下来几年里，一系列更复杂的网络武器相继出现。Stuxnet 的情报收集版本专门窃取工业系统数据。Flame 迄今发现的最复杂的间谍软件体积是 Stuxnet 的20倍。Industrial 2016年攻击了乌克兰电网，让基辅停电1小时。他们都在 Stuxnet 的代码里找到了自己的根。21世纪的网络武器军备竞赛正式开始了。从公元3026年回头看， Stuxnet 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一个清晰的转折点。在这之前，战争需要物理力量、军队、炸弹、舰队。在这之后，战争有了第5个维度：代码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军队，没有死亡通知书，但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悄然停摆。21世纪的每一个国家都因为 Stuxnet 而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脆弱性在哪里。500 KB， 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最贵的500 KB 不是用钱衡量的，而是用它改变了什么来衡量的。它第一次向全世界证明，代码可以是武器，不需要士兵，不需要宣战，不需要声音，只需要把正确的几行代码送到正确的地方。